龙国的能源困境日益严峻，石油、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当然，这些对你们来说太遥远，的确不是作为专科生的你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专科生，读专科出来能干啥？送外卖吗？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删了吧，跟着没出息的过去告别。我靠！我靠！这是怎么回事？连 NPC 手里的文件都做得这么逼真，这游戏也太良心了吧！800块，可是我这个月仅有的生活费了，拼了，就赌这一把。我竟然全都能看懂，这个公式完美解决了困扰物理学界几十年的等离子体湍丢难题。要不试一试，万一这是真的呢？袁老师，我有个问题想请教。这位同学，你有什么问题？如果我发表出一篇顶级学术论文，可以专升本吗？什么方向的论文？可控核聚变的工业化实际应用及其注意事项。我操，可控核聚变，兄弟，你科幻片看多了吧？你要是能搞出这玩意儿，别说直接当重点大学校长都行。白日做梦，给我坐下！我教了30年书，第一次遇到像你这么一本正经捣乱课堂的学生，给我坐下！老师，给个机会，我真没开玩笑。你要真有能颠覆世界的学识，就自己投到国家物理去，别在这里浪费大家时间。打游戏打傻了，给他狂的。就是专科生搞核聚变，笑死人了。我靠，林凡，你找死啊！弟兄，这不是我们林大名人吗？可控核聚变，下次是不是要手搓高达呀？5天，给我5天，让他写呗。人高考失利，总得有个发泄的渠道。估计明天就正常了。专科生搞科研，纯纯做梦。终于完成了。如果是真的，它将改写我的命运；若是假的，我这辈子的脸就全丢光了。袁教授虽然嘴德，却是全院唯一深耕核物理方向的老师，署上他的名字，论文才不会被编辑部直接当成有拉肩掀掉。听天由命吧。论证阴阳五行与量子纠缠的统一性，删。一个全新的宇宙模型推翻的爱因斯坦，删。江城职业技术学院专科院校。不过凡罗米修斯这名字是古希腊神话里帮人类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有点意思。可控核聚变，还工业化应用，有点东西啊！可实现等离子体1.5亿度高温下的稳态自悦控，持续稳定时间超过3720小时。1.5亿度，3720小时，开什么国际玩笑？目前世界最强的托卡马克装置也只能维持几百秒而已。小王，干嘛呢？屏幕上有鬼。张哥，你倒是说句话呀！这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吵吵什么？
大晚上的不回家，活都干完了是吧？组长，您快来看，出大事了！怎么会？这模型，哥，这东西它……王浩，立即将这篇论文的加密等级调到最高，除了我们3个，不能再让第4个人看到。我要亲手把它交到秦总编手中。是，我马上办。大晚上的谁呀？催命呢！秦总编，出大事了，10万火急！前天老张说有人找到了暗物质，结果是他家摄像头没擦干净。刘建国，你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怎么也跟着毛毛躁躁？专业懂吗？不是，这次真的不一样，您看一眼就知道了。刘建国，专科院校的论文，你是不是觉得工作太轻松了，想被发配到资料室整理旧报纸？总编，您先别生气，看看摘要里的那个约束模型，求您了。我的个老天爷！联系跟我们合作的所有核物理等离子体方向的顶级专家，立刻召开最高等级的紧急检阅会议。对，就是现在，1分钟都不能等。老秦，搞什么飞机？我这边锯片实验正到关键时刻，停一次损失上千万。各位别着急发火，先看这个。这解决团流问题的方程，老夫平生仅见，完美，太完美了！超算中心那边谁有权限，立刻申请算力，模拟验证这个模型。我已经申请了，超算集群已经就位，立刻就能开始验证。方程1验证完成，全模型无逻辑错误，运算结果100%匹配理论值。老天开眼啊！这份学术论文就是龙国核物理领域通往未来世界的钥匙。作者到底是谁？作者署名凡罗米修斯，单位是江城职业技术学院，通讯作者是袁旭教授。哈？江城职业技术学院专科？什么？真活久见了，国内顶级实验室都搞不定的东西，一个专科院校的师生搞出来了。小兵，我越看这论文越觉得跟你团队所研究的方向雷同，难道是信息泄露？不，我们的研究是基于托卡摩尔装置的改进路线，而他走的完全是另一条全新的技术路线，且是完整的、可落地的工业化成果。所以说，龙国真的存在着一位掌握着全球最顶尖可控核聚变技术的天才。是与不是，试试就知道了。小兵，麻烦你亲自跑一趟江城，接触一下那个凡罗米修斯，务必把人留住。好，我现在就出发。喂，哪位？您好，请问是江城职业技术学院的袁旭教授吗？我是。袁教授您好，我是国家物理期刊的编辑王浩，很荣幸通知您，您指导的凡罗米修斯向我刊投到的学术论文已通过3轮顶级专家评审，拟于本期开拓者板块头条发表，特此与您确认相关信息。我指导的学生在国家物理发表论文，我自己都没在这上面发过论文。小同志，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我们这是职业技术学院，不是科学院。袁教授，您没有听错，论文题目为可控核聚变的工业化实际应用及其注意事项，相关录取通知已发送到您校公开工作邮箱。恭喜您和您的学生，再见。我靠，可控核聚变的工业化实际应用及其注意事项，这不是课上那个公然捣乱的二愣子说的论文名字吗？真成了。是真的，那小子没吹牛。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坏了，这孩子不会因为我课上那番话钻了牛角尖吧？林凡，林凡在不在里面？快开门！林凡。完了完了，老袁找上门了，这是要给林凡办退学手续啊！来了来了，袁教授好。林凡呢？林凡在哪儿？在床上睡着呢。林凡，看老袁这架势，不把他开除誓不罢休啊！老师，小凡啊，我可算找到你了。你这孩子，怎么电话也关机，课也不来上？知不知道老师有多担心你？天才，你绝对是个百年不遇的天才。那篇论文我已经看过了，简直是惊世之作。小凡啊，之前在课上我那样说你是老师不对，老师鼠目寸光，有眼无珠，我向你道歉。道歉？
教了30年书的老教授竟然在给林凡道歉！你的论文录用了，国家物理开拓者板块头条。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你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核物理研究方向，你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了。我靠，凡哥，你来真的啊？你真把核聚变论文搞出来了？3000块，真的成了！凡哥，你还缺不缺挂件？你看我怎么样？端茶倒水、洗衣叠被，我全能。滚蛋，凡哥！以后我就是你的专属小弟了。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真的成了，游戏里的技术真的可以在现实世界里换来荣誉和金钱，我的人生真的要改写了。咱们学校这是捅了多大的娄子，连这种级别的安保都来了。最新消息，他们是来找林凡的。找？这架势不像是找，像是抓呀！不可能吧？他不是刚为学校争了光吗？我听说学校都准备给他开全校表彰大会了。屁的表彰大会！你们也不动脑子想想，他一个专科生怎么可能写出那种级别的论文？我早就怀疑了。现在看来，林凡8成是盗取了什么机密文件。这文明沙盘该不会是哪个顶级黑客开发的钓鱼软件吧？这些技术根本就是国家机密，要真是偷来的国家数据，坐牢都是轻的。不行，我得跑。跑？我又能跑到哪儿去呢？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真要是出了问题，跑也没用。大不了我把实情全说了，争取宽大处理吧。我就是林凡，听说你们在找我。那篇可控核聚变的论文，真是你牵头完成的？没有什么牵头，整篇论文从理论设计到数据建模，再到最终撰稿投稿，没有其他任何人参与，也没有校方参与，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这孩子明明被我当众羞辱过，却还是把我的名字写在了论文上，现在又……小伙子，有几个核心的技术问题，我想和你当面谈谈，方便吗？行。校长，安排一间绝对安静、绝对保密的会议室给我，无关人员一律不准靠近。好，跟我来，这边请。在没有外部强磁场约束的情况下，等离子体的能量是如何做到稳态自约束的？看样子不是来问责的，是来考我的。引力共振，通过超高压中子源在核心内部制造一个微型极点，用极点引力抵消等离子体的膨胀力，实现稳态自约束。林老弟，去南科大读研的事你好好考虑一下。姐姐还有事要忙，就先走了，等你消息。这好学校就是不一样，不仅能一个人住，还是一室一厅，真舒服。恭喜您，您的盖亚文明在核聚变发电站后路决定文明科技项目长新超材料研发。要我充值10万，你怎么不去抢？这技术路线跟现有的超导研究根本不是一个等次。要是我能拿到完整技术，龙国的超导科技至少能领先其他国家几10年。常温超导，小林啊，学校有个国家级科研项目，是关于常温常压超导，团队攻坚了5年，一直卡在瓶颈期。你要是有兴趣，可以试试。只要参与项目，就奖励10万科研启动金。要是能研发成功，项目奖金100万。对啊，我现在有着36%的资料，完全可以先靠着这些内容加入项目，白嫖启动金，既能推进游戏里的研发，又能解决现实里的项目难题，一举两得，搞！这个掺杂元素的配比不对，理论上会直接破坏规格的稳定性，超导临界温度会断崖式下跌，还有这个烧机温度应该再提高15度，保温时间延长2小时。警告：您的盖亚文明遭遇突发性宇宙射线暴，全球迎来毁灭性冰河时代。星球地表温骤降至零下90度，大气层濒临解体。伟大的创世神凡罗米修斯，您的子民正在走向灭亡，求求您救救我们！怎么突然会这样？之前一点预兆都没有。靠！这他妈根本不是选择题，是赤裸裸的威胁！不氪金就删堂！我刚10万启动金全投实验室了，哪还有80万？被删除了。
也许他会帮我。喂，林老弟，南科大的生活还顺利吗？校长有没有为难你？秦姐，我想跟你借点钱救急。多少？80万。好，卡号发我，现在给你转。神迹，是神迹！我们的神明回应我们了。林凡，赶紧换项目！上头的纪委检查组下个月要来学校，所有耗资超1亿且没有成果的项目全部斩掉，常温热岛就在其中。老师，不能签，我们不怕失败，也不怕档案上留污点，我们只想跟着您把这条路走完。对，无论如何必须有个结果，我们5年的心血不能就这么白费了。老陈，快签吧。检查组马上就到了，他们还年轻不懂事儿，难道你也要跟着胡闹？老师，对不起，是我没本事。别急着签字，我有办法救活这个项目。你们先看看这个。这怎么可能？好，太好了！那我就豁出这张老脸，再给你们半个月的时间。若半个月内拿不出样品，半个月这也太赶了。就算有完整的技术方案，收集样品、反复测试，至少也要1个月，不行的。放心，保证完成任务。陈组长，各位领导，你们怎么提前来了，也没提前打个招呼？这就不劳校长操心了，不妨你给解释一下，为什么贵校的常温超导项目5年耗了国家1个亿，成果报告却是一片空白？陈组长，您听我解释，这个项目情况非常特殊，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特殊。校长，你知道我们这一路下来听过多少次特殊？之前放出风声，就是希望你们能自行整改，最起码把原项目组人换掉，换批新鲜血液上去，也算是一种态度。可你们呢，完全无视。把常温超导项目组的所有人全部给我叫过来，我倒要亲自问问，他们这5年1个亿都干了些什么？陈教授，检查组的领导传唤你们所有人，现在立刻过去校长办公室。这可咋办？样品还有10分钟就出炉了，现在走，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刻，你们留下守着炉子，等结果出来，我去见检查组。陈教授，关于项目经费的问题，还有这5年毫无成果的事儿，你有什么想说的？钱我们都用在了该用的地方，每一笔都有详细记录，而且我们已经取得了颠覆性的突破性成果。什么成果？我们已经掌握了完整的室温常压超导技术，具备稳定制造常温超导材料样品的能力。哈哈，我没听错吧？室温常压超导，全世界都没攻克的难题，你们一个快被解散的项目组搞出来了。欺骗组织隐瞒不报，可是罪加一等。我没有撒谎，我说的全是真的。那好啊，我倒要亲眼见见这能改写世界物理学的成果到底长什么样。快降温！果然是骗人的，就这黑不溜秋的玩意儿，要骗也要用心点吧。随便烧几块煤块就敢说是超导材料，是不是骗人的？你们大可以随便测试，测出来有问题，我负全责。成了，零电阻，完全抗弹性，我们成功了！太好了，成功了！5年了，我终于成功了！好一个随便测，我还就不信了。挺沉啊，我倒要看看你能耍什么花样。
不可能！你们是不是提前打开了液氮制冷循环，在底下搞了鬼？冤枉啊！我们可没有。整个测试台，你们可以随便检查，有没有制冷设备，一眼就能看出来。是真的，真的是室温抗压超导，在常温抗压下也能实现的零电阻完全抗震性，真的造出来了！丢死人了！我刚才都干了些什么？小凡啊，以后就坐这里，咱们组由我管。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哥。这个是我熬了好几年整理的核心笔记，给你好好看，保准你快速上手。这人是谁啊？王组长这么宝贝？嘘，那可是秦兵院士亲自介绍进来的，之前只是个专科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接连解决了可控核聚变和常温超导2大世界级难题，被破格录取的。这龙科院的工资真有这么高？而且我的学历能进去吗？当然，龙科院只看实力，不看学历。只要你有实力，这里就能给你最高的平台。可我怕我应付不来里面的人际关系。放心，我会照顾你的。你只需专心搞科研，其他的事儿不用管。好，我去。那边地有点脏，你们几个去拖一下。茶水间的水快没了，你们去烧上，手脚麻利点。是。不就是走了秦院士的后门吗？关系户又怎样？我清华本硕博连读，论实力，我早晚比过你。林凡，过来。冰姐，你怎么来了？我手里有个项目，核心参数一直调不通，试过很多方法都没用，需要你帮我瞧瞧。行，我尽力。他俩果然关系不单纯。我要是把林凡伺候好了，秦院士一高兴，我升职加薪还不是手到擒来？兄弟们，好消息！鉴于鹰奖对我们发起的 AI 芯片全面封锁，咱龙科院分校总负责人周炳辉周领导亲自牵头，要敲定研发出一套完全基于龙芯架构的纯国产 AI 大模型。这个任务由我们接手，实现1年。项目成功后，参与组员每人基础奖金100万，上不封顶。我操，100万，干，必须干！1年不睡觉这玩意儿干出来，干，必须干！1年不睡觉也把这玩意儿干出来。这么大的国家级项目，我们这些新人能行吗？来了，我熬了这么久，一直在等的机会终于来了，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证明自己。真羡慕林凡，有秦院士当靠山，什么都不用干就能进核心项目组。谁让你没那个命呢？说是参与项目，我看就是去混个名头。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苏青设计的青鸟 AI 大模型在所有参选方案里成功入选，拔得头筹，上级领导点名表扬了。哇！青姐，我就知道你能行，太厉害了！那什么，苏青啊，有个事儿需要你帮忙。王组长，您说。林凡那边，秦院士和主任都盯得紧，他必须在这个项目里体现核心价值。你帮他写一个核心模块，就写青鸟的底层数据清洗逻辑，到时候项目上报，算作林凡的贡献。王组长，这太不公平了。青姐熬了无数个通宵做出来的成果，凭什么分给一个什么都没干的关系户？在我的地盘就得听我的，一意孤行，跟领导对着干，可没有好果子吃。谁让人家有秦院士当靠山呢？别挡着我升职加薪的路。好。过了今天，我苏青的名字将会响彻整个 AI 行业，我再也不是那个没人在意的新人了。下面有请本次国产 AI 大模型项目的核心负责人青鸟的总设计师苏青女士上台致辞。青鸟 AI 最成功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管理系统，将快充功率提升到了500千瓦，是目前主流3元锂电池的2倍以上。
你的方案不行。我不行？从这个项目启动到现在，你一天都没参与过。要不是王组长拿秦院士的身份威逼，我根本不会分半点功劳给你。你现在跳出来说我不行，你有什么资格？我去，这趟没白来啊！居然还有这么大的瓜！苏青，你胡说什么？根本没有的事儿！难道他俩真如传言所说有不正当关系？秦院士为了捧这个关系户，脸都不要了。忍不了了，我倒要听听谁敢在这里乱嚼舌根。行不行的，口说无凭，跟我去实验室比比就知道了。都安静！既然林凡同志提出了质疑，那就现场比试验证。要是你输了，你不仅要向苏青同志公开道歉，还要主动从容科院引咎辞职，你敢吗？没问题。怎么回事？停电了！就这实力，还敢说我的方案不行，简直是笑掉大牙！愿赌服输，林凡，你走吧。不行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他还没给青青道歉呢。要给请出来是吗？就是，快点给青青道歉，滚出龙科院！我来帮你。不用，让一下。怎么会？我的青鸟极限才500K 王娃，他直接翻了10倍，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充电完成，总耗时这家用车跑100公里也就耗电15千瓦，你这充一次电能跑遍整个地球了！大佬，求带，求收徒。对不起，林老师，是我们太自大了，我们错了。除了快充功率，它还有2个优点：第一，它采用固态防爆结构，防火、防水、防穿刺。哪怕被子弹击中，也不会起火爆炸。第二，它的循环使用寿命能达到70年。我去，这都成传家宝了！某人的青鸟真的比不了。参数再好看有什么用？你的制造成本肯定比我的高无数倍，根本无法量产。它的量产成本只需要目前市面上3元锂电池的1半。1半！小林啊，这接下来的量产工作，你一定要多费心。这个项目由你全权负责。我做不了。为啥？你可是还在生气？刚才是我们不对，不该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质疑你。不是，那是为什么？我可以把相关的全部技术资料，包括生产工艺、设备图纸，都完整的拿给你们，绝对不会出错。当然，我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得利用游戏快速解锁更多核心技术。要我搞管理，还不如让我去死。林大哥，请留步。你是？我是北部分院的实习生李泽瑞，我是北大物理系本硕博连读，连续3年专业第一，一直深耕前沿物理领域。刚才的会议，我全程都在外面听着。有事儿？我想拜您为师，我不要薪资，不要编制，什么都不要，只求能跟着您学东西。别，拜师就不必了。你要是想进项目组，我可以帮你引荐。就这么说定了啊！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喂，林大哥，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的。虽是林凡推荐的，我也要把丑话说在前面。项目研发基地条件很是艰苦，去了就不能打退堂鼓，更不能半途而废。只要能学到东西，再苦再累我都不怕。行，有骨气，去研发基地报道吧。谢谢周领导。
等我再攒攒金币，又能解锁新的科技树了。又来，什么情况？这他妈是什么东西？史前巨兽吗？这要怎么打？普通的武器根本伤不到他们。盖亚文明现有防御体系即将失效，无有效战力或战兽对抗深海巨兽，预计损失人口超230万。那不行，我的文明要是没了，我这金手指也就废了。充钱，对，充钱就能解锁更强的科技。上次还了冰姐80万后，项目奖金还剩1200万。恭喜您升级为尊贵的 VIP4 用户。3亿，这也太离谱了！这个射程1000公里，可以远程打击巨兽巢穴，只要一发命中，就能彻底解决这次危机。还得再赚啊！有任务吗？奖金很高的那种。你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积极了？以前请你都请不动。急用。巧了，还真有一个。军科院的神矛计划升级电磁炮，攻克射程和威力瓶颈，项目奖金2500万。不过，我接了。你听我说完，那是军科院的项目，全国顶尖科研团队在竞标，竞争极其激烈。你地址发我，我现在就过去。这小子吃错药了，这么急着赚钱，要娶媳妇儿啊？咱们真要去跟那些国内顶尖的大佬比啊，会不会太不自量力了？怕什么？干就完了。你之前跟我叫板的自信呢？我知道错了，你就别再提了。欢迎龙科院的同志们，小林是吧？年轻有为啊，早就听说你的事迹了。周老好，麻烦您了。龙科院就派几个毛头小子过来，最大的看着也就20出头，来凑数的呗，还能真指望他们搞出什么花来？周老，我们的实验室在哪儿？这就是我们的实验室吗？连个操作台都没有。这也太破了吧！其他团队都是标准军工实验室，全套顶尖设备，就给我们分个这，够大，挺好的。就这破地方，还想搞电磁炮升级？连设备都没有，他们打算用手搓吗？笑死我了！先把这里清空，打扫干净。这容易，可没有设备，我们怎么搞研发啊？拆了它，用里面的零件，我们自己造设备。啊？就靠这台老掉牙的教学机？照这个进度下去，咱们能在3个月内搞出来吗？不用3个月，1个月就行。
什么玩意儿？电磁炮，比我们所有的样机加起来还大。这是炮还是箭啊？小林，这是你1个月搞出来的？哼，造这么大有什么用？搬都搬不动，还怎么打靶测试？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林凡，这可怎么办？炮身太大了，根本搬不动，怎么运到靶场测试啊？谁说要运出去啊？不运出去怎么测试？300公里外的海上靶场，咱们就在这儿打。在这儿打？300公里？你疯了！这门炮的核心是定向能力子束，炮身只是加速轨道，发射时不会产生后坐力和中击波，只会在靶场产生爆炸，对发射点的建筑没有任何影响。各单位注意，破晓1号准备发射。我们的炮威力这么大？不，不对，那不是你们的炮弹。喂，周老。林凡，你，丁导，哎，林凡，海上那座靶山是不是你干的？林凡，你想干什么？靶场不就是用来打的吗？300公里啊！你知道300公里是什么概念吗？你是要直接开火开战吗？我只是在做我该做的事情，距离不是问题，主要是威力没控制好。第一次试射参数给高了点，下次就有经验了。下次？你还想有下次？林凡，咱们是不是闯大祸了？会不会被抓起来啊？没闯祸，测试数据很完美，项目成了。福利组的轨道炮，高能粒子轨道炮，完整解锁需要4000万，现在有2600万，还差1400万。恭喜您的文明初步领悟生物线合成技术。姐，你怎么来了？不请我进去坐坐？快进来。听说你前几天在军科院干了一炮，直接把300公里外的靶山给轰平了，消息挺灵通啊你。老弟，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你。羡慕我？要是我能有你这天赋，能轻轻松松攻克这些世界级难题，就不用每天这么辛苦，到处求人，跟各方周旋了。什么天赋？不过是靠着游戏氪金、复制粘贴罢了。行了，姐走了，明天还有个重要的会。注意安全。
几点？林凡，起床没？有大活，我这儿有个紧急任务，你还接不接？奖金多少？你小子满脑子都是钱，1500万。做什么？陆军要一款能在雨林、山地复杂环境下作战的丛林侦察机械犬，要求高机动性、隐蔽性、长续航。几个团队搞了几年都没达标。行，我接了。军方要个侦察犬，我给他们一头机械剑齿虎，应该也行吧？循环利用嘛。好的，我知道了。喂，王组长，帮我申请一栋独立的研发大楼，要空间够大的，再调100个能吃苦、能熬夜的工程师过来，立刻马上。啊，你这是又要搞什么大项目吗？造个新玩具。司令，前年咱们委托龙科院开发的丛林侦察机械犬项目，刚刚收到消息，南部分院正式接下了这个任务。哦，那个项目啊，一个侦察犬而已，不用抱太多期望。今年大练兵的重头题系是西部分院的战狼外骨骼，这才是能真正改变陆战模式的东西。负重200公斤越野，火控辅助精准射击，后勤医疗全场景适配，我们今年的重心全在这上面。是司令，专家组已经到了，正在指导外骨部队做适应性训练。那南部分院的机械犬项目就当预备项目吧，搞出来了就锦上添花，搞不出来也无所谓。是，我明白了。高总工，欢迎你们，我在会议室等你们。欢迎欢迎，周院长太客气了，能和龙科院合作是我们大米科技的荣幸。能来指导龙科院搞研发，这牛我能吹一辈子。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本次项目的总负责人林凡。林老师，久仰大名，关于4足机器人的运动控制和环境感知，我们团队积累了些浅薄经验，希望能帮上忙。高总工谦虚了，这次项目的基础运动控制模块还要多多仰仗你们的技术辅助。这是我的初步设计方案，大家先看一下。林老师，您确定这是给军方设计的侦察犬？这是什么？动力系统怎么会有画道一样的结构？分布式神经把 CPU 做到全身，这怎么可能？就按这个方案来。可不是嘛，还是专科出身的，真不知道周院长怎么想的，把这么大的项目交给他。听说这次项目总负责人是个20出头的毛小子，走，看看他能搞出什么花来，别到时候连个完整的设计图都拿不。我们要造的，整个陆战界为之颤抖的钢体神话，按照林凡给的手册操作，一次就成功了。良品率99%，这哪里是研发，就是抄作业嘛！这技术简直是神了！这才是能改变陆战格局的宝贝。总院人资部的找你。我是林凡。林凡同志，总院正式诚邀你担任重点实验室主任，待遇按最高级别配置。抱歉，我这边项目没结束，走不开，等忙完再对接。好的，我们随时等您消息。幸好你没走，这想你知道，这项目离了你可不行，你可是我们南部分的定海神针啊！肩高1.7米，体长近3米。我们真的造出了它。
现在就差明天的测试了。测试开始。这要在战场上，将没有任何路障能抵挡得住它。切换双能源模式，注入有机营养液。他居然能通过进食补充能量，有机物质直接转化为电能，这太离谱了！主人你好，我是琼奇，是这台机械电池虎的核心 AI， 由你植入的仿生强攻智能核心驱动，可以帮你管理操控所有机械战兽。那感情好，以后就多多指教啦，琼奇。司令，周炳辉院长来电说他们的机械犬造出来了，想请你过去看看测试效果。让他等着，或者让人送过来。我得先盯着战狼外骨骼的实战演练，没空看什么机械犬。目标：标记绞肉机阵地所有隐藏火力点。行动。8号侦察员阵亡，12号侦察员阵亡，4号侦察员阵亡。队长，又折了3个，已经减员1/4了，我们连火力点的影子都没看到。伟峰，你带的什么兵？王牌侦察队成了送死队！开火！好啊，打得好啊，打得漂亮，打得好啊！幸好压对了外骨骼，不然这次大练兵就成全军的笑话了。司令，南部分院的机械犬样机已经送到演习场了。知道了，先放着，等演练见机再安排展示。绞肉机阵地整整24个火力点，交叉火力无死角，拿什么去侦察？派多少人进去都是送死。队长，指挥部通知，让您派人接收南部分院送来的机械样机。马俊，你去对接，搞懂操作流程，直接上战场。是，保证完成任务。之前送来的机械犬中看不中用，爬坡都费劲。一台机械犬而已，用得着这么大的车？马军。老刘，
这什么情况？穷奇，这名字真怪。这是犬，看着像头虎啊！侦查前方500米双行区域，开启隐蔽模式。这也太炫酷了！这玩意儿简直是丛林之王。马俊，那破机械犬咋样了？能不能用？特别赞，队长，我让他直接突进阵地，预估30秒，你就能看到所有火力点实时画面。穷奇，进入演习场，目标绞肉机阵地，全速突进。这他妈是犬？这是老虎吧？这是什么东西？咱们委托研发的不是侦察犬吗？怎么搞出来个这玩意儿？老张，快给特写，全程录像，这是陆军最新黑科技，头条稳了。体型太大，目标太明显，怎么执行侦察任务？连地堡堡入口都钻不进去。中看不中用，就是花里胡哨的，战场上就是个活靶子。你的目标是摧毁敌方绞肉机阵地24个火力点，全程不被击中，明白吗？收到。马军，你在搞什么？你想让他直接送死吗？队长，我是他自己冲的，我根本没动操作杆。方案 A 潜入侦查，失败率100%，无任何隐蔽死角。方案 B 正面强攻，快速摧所有火力点，成功率99.99%，最优解就选 B。完了，这下绝对死定了。不会是火控系统不灵吗？明明锁定成功了，怎么会打不中？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现在的军校毕业生都这么厉害了？我操，这走位绝了！火控系统根本打不到他。马军这小子平时藏的也太深了，这是把所有弹道都算死了吧？这操作封神了！马军干得漂亮，保持住，你小子牛逼！
队长，前辈们，我说我啥也没干，全程都是他自己动的，你们信吗？马局，他要干什么？第一个火力点摧毁，耗时9秒。这头虎的战力也太强了，他不是侦察卫吗？怎么直接硬拆攻势了？哇！这比咱们的外五格猛太多了，直接硬拆火力点，这还是侦察双倍吗？不能等，侦察单位都冲在前面了，我们主力岂能看戏？一连跟我上！火力掩护，规避，散开，卧倒找掩护。没有精准的侦察情报，再强的外五格也寸步难行。这穷奇也太离谱了。第二个火力点瘫痪。作战这么强的侦察机械犬，合理吗？这完全超纲了，这已经是助战装备了。双目标摧毁，无伤。下一个目标锁定，冲锋！第24个火力点瘫痪。第2轮演练，穷奇单兵完美冲关。地狱模式有意思。冲锋！第5个摧毁。第一个火力点摧毁，第20个摧毁，第30个摧毁，第40个摧毁。哎，这个真没办法，三面封死，躲不开了。救命！终于结束了，再晃下去我真的要吐了。虽败犹荣，虽败犹荣，战绩绝了！我只问一个问题：这东西高强度作战续航怎么样？能撑3小时吗？司令员，让总设计师林凡同志亲自给您解释吧。高强度作战的话，续航至少1周。小同志，军用数据要严谨，不能开玩笑。1周，什么电池能撑这么久？电池只是备用能源，主能源是有机合金转化系统。简单说，它能进食。动物、虫子，任何有机物都能通过它的消化系统转化为电能。只要有有机物补充，理论上续航没有上限。理论上无限续航，丛林环境下无敌，无可估量。这东西将彻底改写未来陆战格局。司令员，你还在听吗？立刻召集所有在场记者，穷奇的所有影像全部列为最高机密，所有接触过的人立刻签署保密协议，谁敢泄露一个字，按泄密论处。是。有他在，龙国陆军必将成为全球最强的陆军，没有之一。林凡同志提议，开展深度对抗测试，直观检验穷奇的实战性能。对手就是我们现役最强的助战坦克。测试开始。
若有10万台这个，足以横扫全球。这么年轻，居然是穷奇的总设计师。林同志，穷奇的实战表现我们有目共睹，它代表着陆军的未来。我今天来只谈一件事儿：量产，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赵司令，量产有很大的困难，目前的工艺6个月才能造出一台，单机造价1200万。核心的有机合金材料稀缺，生产周期极长。做，稀缺资源我来解决，钱不是问题。军工生产线全部给你们开放，我要的是半年内先列装100台。是，保证完成任务。有他在，龙国的边境。龙国的边境将无人敢犯，龙国陆军必将更强。紧急通知：某渔村遭遇不明生物袭击，3艘渔船失联，尚无人员伤亡报告。老大，盖亚星球深海检测到大量巨兽，特征与你现实中的不明空完全匹配。巨兽疑似通过维度练习跨空间迁徙。游戏里的危机居然蔓延到现实了，看来平静的日子要结束了。林总师，新文矿的开采进度实在跟不上，我们已经探明的矿脉高纯度可提炼的储量只够生产20台，剩下80台的缺口，按现有开采速度，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补齐。3个月太久，军方的沿海防御部署已经排到了南海、东海各市，等不起。有没有办法提高开采效率？难，而且这矿是穷奇机甲仿生驱动，后续所有高端装备的核心能量，没有替代方案。上次穷奇首批量产的预付款，扣掉研发成本和团队奖金，到我手里只剩800万，还差700万。秦姐，我有办法找矿脉提效率，但解锁技术需1500万，我差700万，愿分你5%专利成成，借我周转可以吗？又想找我借钱？上次借你的80万，转头就氪进游戏了。这次不一样，我有办法找矿脉提效率。跟我还讲条件，我信你的本事，钱现在就转你。林哥，这探测仪真能找到矿脉？我们联合地质局用最先进的声纳扫了3次，这片海域连半点异常都没发现。相信我，一定可以。放心，这是更高维度技术，能检测星文矿能量变动，普通声纳捕捉不到。3言2语解释不清，能找矿脉守海岸线就够了。我的天，巨型富矿脉，储量是现有50倍，够生产1000台穷奇。太好了，立刻标记精准坐标，联系开采团队进场，全程由悬交机甲护航。不好，探测器被不明物体攻击了，光缆扯断，信号消失。看来这冲矿脉周边早就有邻居了。这东西看起来像之前袭击渔村的巨兽幼崽，它们怎么会扎堆出现在矿脉附近？我猜这矿就是这些巨兽的主要能量来源，它们会本能地守护矿脉，想要开采就必须先清理它们，建立矿区防御。不好，有内鬼！这位是张思远，营养马胜理工的交换生，来咱们分院实习，大家多照顾。林凡，出事了，有人窃取了穷奇的核心代码，已经拷贝了一部分发送到境外服务器。立刻锁定对方实时位置。启动 MOS 安防模式，我马上过去。他要跑路了，已经到1楼大厅了。MOS 已经启动1级安防封锁，所有出口全部锁死。检测到非法数据扣备行为。启动1级安保封锁，禁止所有人员出出。把背包放下，交出存储装备，主动投降，或许能从轻处理。别往前，再走一步我就开枪了！你以为你能跑掉？你的所有通讯都被监控，境外服务器也被反向锁定，投降是唯一出路。
汇通拦截数据传输。对方只拷贝了基础操作程序，核心驱动和超导装甲代码未泄露。立刻组织技术团队封堵漏洞，给已列装琼穴加装抗干扰模块，3天内必须完成。是，马上部署。这些东西已经开始成群结队主动登陆了，必须尽快遏制，不然沿海数百万民众都要陷入危险。没办法，只能提前解锁了。还好穷奇的首批专利授权费到账了1200万，够解锁这项技术。就是玄胶的量产需要特殊钛合金，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把设计图投屏一下。冰姐，立刻联系航空工业集团，把玄胶的特殊钛合金需求列为国家最高优先级，必须在3天内凑齐第一辆量产材料。这是巨兽克星，专门用来清剿深海巨兽，守护矿区和海岸线。苏博士，这种钛合金的纯度要求达到99.99%，我们的现有设备最多只能做到99.97%，还差0.02%，根本达不到图纸要求啊！厂长，不用着急，把熔炉温度提高50度，延长保温时间10分钟。我重新调整冷却算法，用超导温度补偿模型，应该能弥补纯度缺口。不能让林凡和前线的人失望，这是阻止巨兽登陆的唯一希望。各单位注意，保持3角阵型，一旦发现巨兽幼崽，立即启动高频声波驱赶，非必要不主动攻击，优先保障矿区安全。我是3号机甲李泽瑞，发现好多只巨兽幼崽，至少有50只，启动声波攻击，最大功率。有效，通知开采团队立刻进场作业。玄胶群全程24小时护航。不好，3号玄胶受损，外壳被击穿，通讯中断。图上每一个红点都代表着一处巨兽可能登陆的区域。现在已经有3个小镇遭遇袭击，渔民伤亡惨重，必须在1周内建立起第1道深海拦截防线。拦截炮的部署刻不容缓。拦截炮的主体结构已经完成，但能量输出是个难题。单次满功率发射需要消耗相当于一个小镇的日用电量，根本无法持续作战，达不到防御需求。有没有办法优化能量系统？比如采用你之前研发的可控核聚变小型化技术，搭建专属的能量供给站？林总师，聚能核心安装完毕，新文矿能量转化效率达到95%，可以进行试射。目标锁定30公里外的废弃钻井平潭，发射。真这么简单？出事了！新文矿核心能量彻底耗尽了，这才发射了3次，根本达不到24小时持续防御的需求。已经优化了5次算法，能量循环效率还是只提升了10%，最多能让拦截炮连续发射10次，还是不够。不够，沿海防线至少需要每台拦截炮持续作战24小时，必须再想办法。有了，
盖亚文明的能量回收系统，可以回收发射后的残余能量，反向冲入星文矿核心，大幅提升续航能力。400万科技点已扣除。我已将技术图纸同步给你。太好了，我立刻组织工厂改造。按这个图纸加装能量回收装置，能把单次发射的能量损耗降到最低，连续发射次数能提升到50次以上，完全满足基础防御需求。我守着的不只是一条海岸线，更是千千万万个像我妈一样的普通人。按照这个方案，我们把机甲拆解成动力武器、防护驱动等12个独立模块，分不同工厂同步生产，最后在总装车间集中组装，能把单台机甲的总装时间从15天压缩到3天。林总师，这个方案理论上没问题，但核心模块的精密零件公差要求达到正负0.001毫米，国内没有几家工厂能稳定达到这个精度，进口设备又被鹰将卡了脖子。我有办法，用我们自研的星文矿高强度合金替代进口特种钢。虽然毛坯精度差一点，但我们可以通过超导算法做实时补偿。我已经在实验室做了初步试验，数据完全达标。立刻组织全流程量产试验，如果成功，我们就能彻底摆脱进口依赖，量产速度直接翻5倍。还是差了0.002毫米。装到机甲上，高速作战时会出现卡顿，甚至有失控的风险。把合金的热处理温度提高10度，断压次数增加2次，再进行一次超低温冷却，应该能把晶哥密度提上来，精度就能达标。好，我马上调整参数，重新进行试验。成功了，林哥，达到标准了！太好了，立刻联系红星钢厂，按这个工艺改造生产线，优先生产核心模块零件。军方的订单催得紧。林总师、秦院士，生产线已经调试完毕，合金良品率从之前的60%提升到了95%，每天能稳定生产50道核心零件。很好，争取1个月内完成100台作战装备的零件供应。厂长，不好了，3台半成品的核心模块报废了！怎么会这样？我们都是按标准生产的，单个零件检测全是达标的。是生产线的联动调试精度不够，虽然单个零件达标，但组装后累积误差超标，立刻暂停生产。我来制定全流程误差补偿方案，重新调试所有机床。还没搞定，都熬了一整夜了。快了，已经找到误差的核心来源，是机床的导轨热变形导致的。我已经调整了实时补偿参数，应该能彻底解决问题。终于好了，明天就能恢复生产。按这个进度，月底就能完成100台琼奇的总装，交付军方。辛苦了，等量产完成，我们就能在沿海建立起完整的立体防御网。鹰将这是釜底抽薪，我们已订购的50套机甲精密传感器液压系统全被扣留，海关直接扣下了货船。现有库存只够生产10台琼奇，后续90台的缺口怎么办？我们联系了欧洲、东南亚的10几家第三方供应商，都不敢接活，怕被鹰将2级制裁。没有这些核心部件，量产就是空谈。林凡，你有没有替代办法？时间不多了，军方的沿海防御部署不能再拖了。没有进口部件，我们就自己造。苏青、李泽瑞跟我组建专项攻坚小组，基于常温超导技术、自源传感器和液压系统，7天内拿出可量产的样品。林凡，首批自研传感器的稳定性太差了，在南海50摄氏度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数据偏移超0.5%，根本达不到机甲海上作战的要求。我来分析一下。应该是环境自适应模块的算法问题。我们之前只考虑了常温陆地环境，忽略了沿海高温高湿高盐雾的极端气候。把传感器的核心感应文件换成超导薄膜，再引入我刚写的环境实时补偿算法，动态调整参数，应该能够彻底解决漂移问题。超导薄膜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就改装样品。成功了，比进口传感器的精度还高，我们再也不会被卡脖子了。报告林总师，液压系统极限测试通过，耐压性、响应速度、使用寿命都全面超越进口产品。立刻通知所有合作工厂，全面转产自研核心部件，量产计划推迟15天。我去跟军方解释。不用解释了，军方已经同意调整部署，增派了2个陆战旅驻守沿海重点区域，给我们争取了15天时间。太好了，而且你的自研传感器和液压系统已经引起了航天部门的兴趣，
还有呢，他们想跟我们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光这一项专利授权就能给我们带来每年至少8000万的稳定收益。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这下后续研发的资金彻底不用愁了。暗基雷达探测到至少50只成年巨兽，正以30节的速度朝着大山港进发，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突袭。首批交付的100台穷奇已经分成10个作战单位，配合悬交深海机甲、岸基拦截炮，形成海陆空3位一体防御网，应该能守住。我还是担心穷奇的 AI 协同系统还没经过大规模实战测试，怕出现配合失误，被巨兽逐个击破。不好，3号作战单位的3台穷奇失去信号，传回的最后画面显示，他们被巨兽集群围攻，机身严重受损。摩斯，立刻接入所有在线穷奇的控制系统，重新优化协同逻辑，构建全域对抗网络。正在优化协同算法，构建对抗网络，预计需要3分钟。来不及了，已经有5台琼之被巨兽围攻摧毁，再等下去，整个防线就要被冲垮了。启动紧急协同模式，让临近作战单位优先支援被包围的琼西。我来手动操控核心攻击单位，撕开巨兽的包围圈。所有穷奇听我指令，集中火力攻击巨兽的眼部弱点。悬交机甲负责清理外围幼崽，切断巨兽的退路；岸基拦截炮提供远程火力支援，覆盖巨兽集群后方。太好了，守住了舟山港，守住了东海防线。小林，你是国家的功臣。护盾的防护效果确实很好，能硬扛巨兽的连续撞击，但体积太大了，占地整整100平米，根本无法部署到深海新闻矿脉开采区，更别说移动部署了。秦兵，给你看这个。盖亚文明有新闻矿护盾小型化技术，解锁需要2000万科技点，小型化后防护范围会缩减，但能适配矿区部署。还好航天部门的专利预付款到账了1500万，加上之前穷需量产的分成，余额足够解锁。能解决吗？这不问题就解决了。这里有完整的小型化技术方案，能把设备体积压缩到20平米以内，防护能力不打折。什么都难不倒你。林总师，小型化后，单台护盾的能量覆盖范围从10平方公里降到了3平方公里，刚好能覆盖核心矿区。但单台造价从500万涨到了800万，而且对新闻矿的消耗量提升了3倍。厂长，成本不是问题，关键是防护效果。立刻进行实弹测试，看看能不能挡住成年巨兽的连续撞击。林总师，测试通过，护盾能连续抵御50吨的撞击力超过100次，完全能保护矿脉开采区。立刻量产10台小型化护盾发生器，优先部署到南海新闻矿脉开采区，每3台形成一个交叉防护网，无死角覆盖整个矿脉。现在矿脉的开采安全有了保障，量产穷奇的原料问题也终于解决了，后续的研发资金也有了稳定来源。还没完，护盾需要专业团队24小时值守维护，而且能量消耗太快，我们得制定分级防护制度。核心开采区24小时护盾全开，外围区域分时段开启，每6小时轮换一次，确保核心区域不出现任何防护死角。不好，穷奇失控了，快切断总电源！不是硬件故障，是控制系统被植入了病毒，能篡改机甲的训练参数，导致机甲失控。上次抓了张思峰，内鬼还没清干净。怎么会？我们的内网不是已经做了最高等级的加密防护吗？王公，这是要去哪儿啊？
林总师，家里孙子生病了，我请假回家看看。孩子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回家看孙子，需要带着机甲的核心参数和病毒源代码吗？王公，你在院里干了20年，怎么能做出这种吃里扒外的事儿？你知不知道，这些参数一旦被鹰将完全掌握，他们就能针对性研发干扰武器，我们前线的机甲就全成了活靶子，无数士兵会因此送命。我老伴得了癌症，需要一大笔钱做手术，他们给了我500万，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泽瑞，立刻联系国安部门，把人移交过去。另外，立刻联系国内3所顶尖理工大学的专家，组建联合破解小组，1周内完成病毒防御方案，同步给所有已列装的机甲。是，我马上办。这是一种高频强电磁脉冲，能直接穿透机甲的普通防护层，干扰核心电子系统。我们必须在机甲的核心部件外加装超导电磁屏蔽层，同时优化机甲的底层程序，增加抗干扰算法，硬件软件双重防护，确保万无一失。林哥，对抗方案实际测试通过，机甲能抵御鹰将最高功率的电磁脉冲干扰，系统稳定性提升了80%。立刻通知所有机甲中心，按方案进行全面改装，不能给鹰将任何可乘之机。林董师，秦院士，马里亚纳海沟4000米处检测到强烈的低频脉冲信号，疑似是巨兽母巢召唤信号，而且信号强度还在持续上涨。母巢已进入孵化末期，预计30天内，终极主宰巨兽将破巢而出，可轻易撕裂现有所有防御体系，解锁终极作战单位昆仑巨型机甲，前置技术解锁总需求5000万科技点。这意味着更大的危机要来了，我们现有的战力恐怕根本无法应对啊！穷奇量产的军方订单分成、航天专利授权费、传感器液压系统的专利收益，累计到账已经超过6000万，解锁昆仑机甲的技术完全足够。秦姐，我需要龙科院调动所有资源，支持我研发巨型机甲昆仑，这是应对终极巨兽的唯一希望。我们永远是战友。这台机甲高度达到50米，搭载星纹矿反物质核心，战力确实惊人，但研发难度太大了。全球仅3个国家有相关的理论基础，连实物都没造出来。我已经有完整的设计图和全套核心技术，只要给我调动20名顶尖核物理专家，配套完整的军工生产线，就能推进研发。林凡，你给哥说句实话，你这些神乎其神的技术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不是我不信你的本事，而是这些东西根本不是现阶段人类能造出来的。游戏，我从一款叫《文明沙盘》的游戏里氪金解锁的高等文明技术。不说就算了，没必要拿这种话糊弄我。周院长，您可能误解了，现在母巢已经发出召唤信号，终极巨兽随时可能孵化，我们没有时间犹豫了。林凡的本事，这半年来您亲眼所见，除了他，没人能造出对抗终极巨兽的装备。好，我立刻向总院和国家申请成立昆仑机甲专项研发小组，由林凡你全权负责，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生产线给生产线。请领导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不管有多难，我都要成功。我不能让妈妈，不能让全国的老百姓陷入巨兽的威胁里。林总师，已完全模拟鹰奖最高功率电磁脉冲炮参数，峰值功率1000万瓦，覆盖范围10公里，准备发射。测试开始。成了，就算鹰将把电磁脉冲炮拉到眼前，也动不了我们的机甲分毫。盖亚文明的抗电磁干扰涂层技术果然名不虚传。之前航天专利的尾款到账，加上穷奇的量产分成，解锁这项技术的800万完全绰绰有余。苏青，立刻组织团队，按图纸启动全生产线量产，核心原料是铝铁硼稀土，优先保障所有已列装机甲的喷涂改装。明白，我马上对接稀土供应商。苏博士，不是我们不供货，实在是没办法。鹰将的军舰已经封锁了印度洋航线，我们从澳洲进口的稀土矿全被扣在了公海。国内现有的库存只够生产500台机甲的涂层，我们需要至少1000台的量，还要预留昆仑机甲的生产份额，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唯一的陆路通道要经过中亚、西伯利亚，全程有军方护送倒是安全，但运输周期长，至少需要20天才能到货。林凡，就安排走陆路。秦姐，麻烦你协调安保力量，
派2支精锐小队全程护送特种资源运输车队，务必保障物资零风险抵达。我现在就联系对接。龙国的机甲不过是些花架子罢了，我们的自由卫士机甲才是全球最顶尖的陆战装备。更何况，我们最新研发的电磁脉冲武器，能让全球所有的电子作战装备瞬间变成一堆废铁。嘴硬的本事倒是比他们的机甲强多了，偷了我们30%的基础代码，仿出来个4不像，也好意思拿出来显摆。既然他们这么想试试，不如就遂了他们的愿。龙国的朋友，听说你们的机甲很厉害，不如我们打个赌，让你们的机甲接一下我们电磁脉冲炮的攻击。要是扛得住，我当众向你们道歉；要是扛不住，你们就交出机甲的全部技术，怎么样？可以，但要是你的电磁脉冲炮没用，你不仅要道歉，还要解除对我们稀土航线的封锁，怎么样？没问题，我倒要看看你们的机甲能不能扛住我们的武器。最大功率发射！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们的电磁脉冲炮怎么可能对你的机甲没用？没什么不可能的，你偷得到我们的基础代码，却偷不到我们的核心技术。现在该履行你的承诺了。对不起，是我小瞧了龙国的技术，稀土航线的封锁，我会立刻下令解除。林哥，还是不行。驯狼的 AI 核心体积太小，运算能力跟不上，指令延迟超0.3秒。别说城市反恐了，就算是巷战侦察都做不到。你把太多非核心功能都塞进了 AI 核心里，自然带不动。用量子计算辅助建模，优化算法结构，把环境感知、路径规划之外的非核心功能全部剥离，优先保证指令响应速度。我找来了之前超导芯片的技术资料，把微型超导芯片植入 AI 核心，运算效率至少能提升10倍，刚好能解决这个问题。前面15次都失败了，这次应该成功了吧？成功了！林哥、苏姐，驯狼的 AI 核心稳定了，响应速度完全达标。模拟情景已触发，请快速响应。驯狼小队立即出发，目标完成模拟任务，保障人员安全，实现演练全流程零失误。已锁定3处核心任务点，人员位置确认，无安全风险，请求行动权。行动！模拟被困人员已安全转移，模拟歹徒全部标记清除，行动总用时2分47秒，演练零失误。林总师，这驯狼机甲太实用了，不管是城市治安维护，还是后续应对大型生物闯入居民区，都是出色的辅助装备。我们市首批计划采购300台，后续全国范围估计会有更大规模应用。我们一定继续努力。干得不错，驯狼的 AI 协同算法后续可以优化升级，适配到昆仑机甲的全域作战系统里，这是你立的大功。谢谢林哥，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林总师，问题太大了。航空、航天、核工业、军工各个行业的技术标准不统一，机械接口、能量传输协议全都存在冲突。首批生产的3套核心部件根本无法对接组装。这样下去不行，研发进度会严重滞后，母巢的孵化期越来越近，我们等不起。各位专家，我来牵头成立技术协调小组，立刻召集所有核心配套企业的技术负责人，3天内必须统一所有技术标准，谁拖后腿，直接问责。这样好，这样好。所有单位注意，反物质发动机首次点火测试，倒计时10秒，10、9、8、3、2、1，点火！不好，燃料配比失衡，燃料室发生小型爆炸，紧急熄火！燃烧室严重受损，必须重新更换。我们已经调整了10几次燃料配比，还是解决不了稳定性的问题。
把反物质燃料的纯度提升到 99.999%， 燃烧室的内壁用星纹矿合金重新浇筑，再优化燃烧室的流体结构，增加缓冲导流槽。按这个方案改，应该能解决问题。好，马上改。2次测试，现在点火。太好了，昆仑机甲的核心动力问题终于解决了。林凡，你快过来！系统的运算能力跟不上了，每秒传输10TB 战场数据时，就会出现严重卡顿。模拟实战中已经出现了多次协同失误。问题出在2个地方：一是核心芯片的运算能力不够；2是传输协议太臃肿了。把我们自研的超导量子芯片引入系统核心，运算效率能直接提升10倍。再改用分布式传输协议，把数据压力分摊到每一台机甲上，就能解决卡顿问题。我明白了，我马上修改。林凡，成了，数据延迟降到0.1秒，就算同时接入1000台机甲，系统也能稳定运行。立刻进行全兵力模拟演练，测试极限状态下的协同效果。我们的算法终于得到了完美的验证。启动全域 AI 协同系统，按预地作战方案执行。太好了，协同系统测试圆满成功，我们的机甲集群战力直接提升了300%。这离不开林总师的指导，没有超导量子芯片和分布式传输方案，我们根本解决不了核心难题。这是你熬了无数个通宵拼出来的成果，你才是这套系统的核心功臣。苏青同志在全域 AI 协同系统的研发中做出了决定性的重大贡献，经总院批准，正式晋升为龙科院南部分院研发中心副主任。希望你继续努力，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再创辉煌。谢谢院长，谢谢林总师的信任和指导，我一定不负重托，和大家一起打赢这场关乎全人类的战役。苏青，苏青，我们希望能与龙国合作，联合研发应对巨兽危机的新能源武器，共享相关技术，共同守护太平洋的安全。可以，我们愿意分享部分基础防御技术，但需要你们提供同等价值的海洋探测技术作为交换。他们的目标根本不是合作，是昆仑机甲的核心图纸。我们将计就计，给他们准备一套虚假数据，故意夸大反物质发动机的能耗，隐瞒超导冷却技术和星纹矿核心配方。我已经在核心数据库里设置了陷阱，他们一旦拷贝虚假数据，我们就能反向追踪，获取他们的核心技术数据库。我倒要看看他们偷了假数据能造出什么笑话来。终于到手了，这次回去，总统亲自给我颁奖。林凡，成了！对方获取了我们预设的数据，我们也同步获得了对方的核心技术数资料。很好，把技术图纸整理出来，交给船舶工业集团，启动新型战舰的研发项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能耗会这么高？我们的顶级专家连这点问题都解决不了吗？我们完全是按照图纸来的。让他们偷我们的技术，这下偷鸡不成蚀把米，脸都丢尽了。别光顾着笑了，我们已经把对方的相关技术完全转化适配到了应龙号新型舰船上，舰载机的出动效率比他们的同级平台还要高出40%。用他们的技术思路打造我们自己的先进装备，这才是最好的证明。耶耶耶！林总师，不好了，至少上百只成年巨兽正朝着矿脉冲过来，领头的是一只体长100米的终极巨兽。
3台护盾发电机被巨兽摧毁，岸基拦截炮被毁掉了3座，剩下的拦截炮已经开始击火巨兽，但根本挡不住他们的冲击，护盾撑不住了。矿区驻守的20台穷奇已经有10家被巨兽摧毁了，剩下的根本挡不住。巨兽已经跃到采矿平台上，正在大肆破坏设备。昆仑机甲还在总装车间，最终调试还没完成，完成度只有80%。现在只能靠琼一集群死守，必须撑到昆仑机甲完工。林总工，过载模块会严重损伤机甲的核心部件，战后所有机甲都要全部返厂维修，甚至直接报废。执行。现在不是考虑成本的时候，矿脉没了，我们所有的研发，所有的机甲都成了无源之水。核心部件温度超标，预计5分钟后强制关机。坚持住，昆仑机甲马上就到。林总工，昆仑机甲最终调试完成，可以投入战场了。昆仑机甲立刻出发，目标南海矿脉战场。所有作战单位注意，昆仑机甲已抵达战场，所有人立刻后撤，我来对付终极巨兽。关闭所有非核心系统，把全部能量集中攻击主炮，给我轰碎它！危机解除，通知维修团队立刻抢修受损的机甲、护盾和开采设备。这场仗打得太险了，幸好昆仑机甲及时赶到。启动尖爆粒子炮，清理残余巨兽。昆仑机甲能量耗尽，需要紧急迫降。附近有一座无人岛，地势平坦，你可以迫降到那里。我们马上派维修团队和医疗柜过去。妈，我没事儿，就是机甲需要维修，可能要耽误一段时间才能回家看你。小凡，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别总冲在前面。妈不求你立多大的功，只求你平平安安的。放心吧，妈，我会的。你在家照顾好自己，别总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林总工，机甲的护盾发生器、腿部能量传输系统、主炮冷却模块都受损严重，就算24小时不停工维修，也至少需要1个月才能修复完成。辛苦大家了，务必尽快修复。母巢的信号越来越强，终极巨兽肯定不止这一只，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注意参数，别超压了。维修团队已经连续工作了10天，
整体修复进度达到了50%，预计再过20天就能全部修复完成，重新投入作战。时间太紧了，母巢的孵化速度比我们预想的快得多，可能不到20天就会有新的终极母兽破巢而出。我已经优化了机甲的防护系统，修复后的护盾强度会比之前提升20%，就算再遇到终极巨兽的也不会轻易破损。我优化了机甲的应急能源系统，就算主能源耗尽，备用能源也能支撑机甲完成基础作战和返航，不会再出现这次的险情。好，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赶在母巢孵化之前做好万全的准备。今天收成不错，这下能卖个好价钱了。哪里来的炮弹？救命啊！各位小姐，对不起，是我们的机甲操作失误，吓到了大家。给他造成了损失，所有的渔船维修费用、渔获损失，我们都会全额赔偿，后续还会给大家相应的补偿。赔偿？我们差点就没命了！你们拿着国家的钱造这些铁疙瘩，就是用来炸我们老百姓的。AI 的自主意识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控制，继续使用下去，迟早会造成更大的伤亡，甚至酿成无法挽回的灾难。我呼吁立刻全面关停 MOS 系统，销毁所有 AI 自主操控程序。支持关停。今天是炸渔船，明天是不是就该对着平民开火了？不能关停 ，MOS 在对抗巨兽的战斗中救了无数人的命，出了问题应该优化监管，而不是一刀切关停。林总工程师，我们就想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发生这种事儿？我们在海上打鱼，连命都保不住，还谈什么对抗巨兽？林总工程师，事实已经摆在眼前 ，AI 的自主决策已经对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我们的意见很明确，必须关停MOS的自主决策权限，所有机甲的攻击指令必须由人工手动下达。首先，我再次为这次的失误向各位渔民朋友、向所有受到影响的民众诚恳道歉。所有损失我们会一分不少的全部赔偿。这次的事故不是 AI 事故，是我们的识别算法出了漏洞，没有区分开民用船只和巨兽的声呐信号。我不同意关停 MOS。巨兽危机当前，人工操控根本无法救下上千名士兵的性命。但我们会立刻整改，给 MOS 加装3层伦理约束协议。第一，限制自主决策权限，所有攻击行动大范围火力覆盖必须由3名型核守人员同步确认才能执行。第二，优化民用目标识别算法，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向民用目标开火。第三，成立独立的 AI 监管委员会，成员包括专家、民众代表、媒体、司法人员，全程24小时监督 MOS 的运行，所有操作日记全程公开可查。各位代表，巨兽危机从来都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危机，而是全人类的危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自应对这场灾难。在此，我代表龙国正式提议，成立全球深海防御联盟，共享巨兽探测、机甲防御、能源武器技术，各国协同作战，摒弃隔阂，共同守护全人类的家园。我们不需要龙国的技术施舍，我们有能力自己研发应对巨兽的武器。我在此宣布，鹰将将联合不列颠、封片国、袋鼠国、绞盘机、高兰基5个盟友，组建独立的防务联盟，对所有加入龙国主导联盟的国家实施全面贸易制裁。哼，林代表，看来大家对于加入你们那个脆弱的联盟兴趣不大啊。不急，咱们走着瞧。不如举手表决，愿意加入全球深海防御联盟的国家代表，请举手。巨兽的袭扰已经严重危害了我国百姓的安全，我们加入，哪怕面临制裁，我们也要守护自己的家园。我加入，我也加入。你们会后悔的。虽然遇到了阻力，我们要推动全球防御一体化，把防线建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守护好每一个国家的百姓。林总工程师，我们国家的海岸线很长，有上千公里，没有任何深海探测设备，根本不知道巨兽什么时候会来。沿海的民众都快刨光了，剩下的人也人心惶惶，日夜不安。求求你们，帮帮我们，救救我们的百姓！别慌，请相信我们，也相信你们自己。
我们已经把简化版深海探测设备的完整设计图发送到了你们的官方邮箱，设计上有快系的安装、投收好严项。我已经把配套的防御算法、引领巨兽预警系统全部同步给了你们的助团队，每个操作步骤说明和试题问题。后续有任何的技术小组，我们24小时在线提供指导，绝不拖延，直到你们能熟练操作所有设备和系统。谢谢龙国的帮助，谢谢林总师，谢谢苏工程师，有了你们的设备和技术，我们成功守住了家园，守住了我们的百姓。再也不用害怕巨兽的袭击了，这份恩情我们永远铭记。我们认为应该优先攻击大西洋的刺激母巢，保护欧洲大陆的安全。欧洲的人口密度最大，城市密集，工业发达，一旦巨兽大规模登陆，后不堪设想，无数百姓会失去家园，无数公民。印度洋的威胁更大，都已经有3个城市被袭击，百姓伤亡惨重，无数人无家可归，必须优先支援澳洲，集中量攻击印度洋的刺激母巢，否则澳洲就完了。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各位。现在不是互相争抢的时候，母巢正在不断孵化新的巨兽，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攻击力度不断增强。再吵下去，内耗不断，我们谁都守不住自己的家园。到时候再多的争论也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制定了全球协同防御总攻计划，分3路作战，按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的顺序同步发起总攻，避免兵力分散，形成合力。每路战场都配备先进的机甲和能源武器，一旦某一区域出现急情况，兵力可随时支援邻近区域，确保无死角防御，不让任何一个联盟国家被巨兽袭击。总攻结束后，龙国将向所有联盟国全面开放民用版常温窗岛、小型可控核变、基因医疗技术，不附加任何条件。我们会派遣技术团队，帮助各国快速完成灾后重建，修复被巨兽摧毁的城市和家园，推动全人类的科技升级，共同迈向更好的未来。应龙战舰的成功下水，标志着我们的海上防御能力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多亏了从鹰将那里拿到的电磁弹射技术，我们优化改良后，舰载机的起飞效率比他们最先进的航母还要高出1倍。接下来进行首航测试，看看它的实战性能。报告舰长，前方100海里处发现鹰将航母战斗群。3艘核动力航母，12艘宙盾驱逐舰正朝着我们高速驶来，已经闯入了我国专属经济区。林总师，鹰将航母战斗群闯入我专属经济区，来者不善。知道了。龙国也想造航母，电磁弹射技术，我们研究了几十年才搞明白，就算给他们几十年，他们也造不出来能用的电磁弹射，不过是个空壳子罢了。司令说的是，在我们的航母战斗群面前，就是个活靶子。全舰队前进，给我逼平他们的战舰，我倒要看看他们的空壳子敢不敢跟我们硬碰硬。前方龙国战舰立刻离开这片海域，否则我们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一切后果由你们自行承担。启动全功率能量护盾，火控系统锁定对方航母战斗群全部目标。是，舰载机全部起飞，升空警戒。Fire！Oh my God! What is this? 林总师已完成对敌方3艘航母、12艘驱逐舰的全部锁定，反舰导弹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发射。不好，我们被锁定了，立刻后撤，全速撤离。妈，你放心，我一定会守护好这片家园，守护好我们的国家。林总师，3大洋深海区域同时检测到12处稳定的维度空间裂隙，巨兽的跨洋迁徙时间从之前的3天直接压缩到了6小时。是巨兽母巢用能量强行撕裂开的跨空间通道，和我之前在文明沙盘里看到的盖亚文明遭遇的危机完全一致。确认购买。现在立刻组织全球所有配套工厂量产维度链隙封锁装置，装置核心是高纯度锌纹矿，单台需要1吨，优先保障封锁装置的生产。穷奇机甲的量暂时放缓，先堵住这些巨兽的入口。我协调联盟组建全球维护小队，按区域划分责任，每一处链隙部署3台封锁装置，24小时双人轮换值守，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疏漏。林总师，锌纹矿的开采速度还是跟不上，封锁装置的需求量太大了，按现在的进度，1个月最多只能生产30台装置。后续还会有新的裂隙出现。我已经把盖亚文明的深海矿脉探测技术发过去了，
可你们立刻全球调整开采荒已探明的坐标裂隙，就有周边还有12处。 3条未探明的富矿脉。储量是现有矿脉的20倍，足够支撑生产。真的太好了！我立刻调整开采方案，24小时满负荷作业，绝对不拖后腿。报告总部，大西洋1号裂隙封锁成功，巨兽无法再通过裂隙穿越。别高兴得太早，封锁装置是消耗型的，单台满功率运行只能维持24小时，持续必须不间断运行稳定轮换供电才能持续封堵。不好！1号裂隙的封锁装置能量耗尽，屏障即将破裂，裂隙即将重新开启。从临近2号装置分流能量，务必撑到维护小队抵达。总统先生，我们的武器根本挡不住这些怪物，基地里的核反应堆一旦被毁，整个加州就完了。现在唯一能帮我们的只有龙国。林总师，龙国的各位，我们需要帮助。我们加州的军工基地被失控的巨兽幼崽袭击，已经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的武器根本无法应对，请求你们提供技术支持和装备支援。支援可以，但你们必须答应3个条件：第一，交出你们所有的巨兽生武器研发数据，立刻关停所有相关实验室；第二，开放你们国内3家核心军工工厂，接受联盟的统一调度，按我们的标准生产封锁装置和防御装备；第三，正式加入深海防御联盟，遵守联盟的作战部署，停止所有对联盟成员国的制裁。我同意，所有条件我全部答应，立刻下令执行。林总师，数据显示，巨兽的眼部神经和大脑直接相连，是它们唯一没有鳞甲保护的绝对弱点，也是神经中枢最薄弱的地方。我们可以研发专门的穿甲激光炮，针对性攻击这个弱点，一击致命。立刻启动研发，同时协调鹰将的工厂，按我们的标准改造生产线，适配穿甲激光炮的量产需求。你们的技术标准太复杂了，我们的生产线根本无法适配，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完成改造。你们就是故意刁难，要么按我们的标准改，要么等着你们的基地被巨兽踏平。现在没有资格跟我们谈条件，我会派联合技术小组24小时内抵达你们的工厂，全程指导改造，谁拖后腿直接问责。目标锁定巨兽眼部弱点，开火！谢谢龙国的帮助，我们会全力配合联盟的防御部署，共同应对巨兽危机。现在我们是盟友，共同应对全人类的危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们制定了母巢清剿计划，将联盟兵力分为3大作战集群，3台昆仑机甲分别部署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3大战场，每一路配备3艘应龙战舰、150台琼奇机甲、50台玄蛟机甲，分2路同时发起总攻，一次性清剿所有次级母巢，彻底断绝巨兽来源。林总师，我们认为应该优先集中全部兵力攻击西洋的次级母巢。欧洲大陆的人口密度最大，海岸线最长，一旦巨兽大规模登陆，伤亡会是最惨重的。不行，大肚洋的次级母巢已经孵化出了更多的终极巨兽，我们澳洲大陆四面环海，无险可守，必须优先支援印度洋，清剿这里的母巢。欧洲大陆已经沦陷了1/3。现在不是互相争抢优先级的时候，次级母巢每天都在孵化新的巨兽，再吵下去，我们谁都守不住。我知道你们的顾虑，也清楚每一片大陆面临的危险，所以我们的计划是3路同时发起总攻，不存在优先级的区别。每一路作战集团都预留30%的机动兵力，随时可以支援邻近的战场。同时，我们会在全球部署100台应龙级远程拦截炮，覆盖所有沿海区域，就算有巨兽突破防线，也能第一时间拦截。总攻结束，巨兽危机彻底解除后，龙国将向所有联盟盟合国全面开放民用版常温超导、小型可控核聚变、基因恢复医疗技术，帮助你们完成灾后重建，推动全人类的科技水平整体提升一个层次。同意，同意。林哥，太平洋战区兵力部署完毕，所有作战单元已进入预定位置，随时可以发起攻击。全域 AI 协同系统已完成全兵力同步，3大战区可实时共享战场数据，无延迟、无卡顿，系统运行稳定。通知各战区，24小时后全球同步发起总攻。跨洋运输和部署需要10到15天的时间，途中很可能会遭遇巨兽集群的突袭，风险太大了。我已经安排了玄蛟机甲编队全程护航运输船队，沿途清理所有的巨兽群，确保兵力安全抵达战场。这场仗我们必须赢，也一定会赢。熬了3天3夜了，歇一会儿吧。总攻还没开始，
你不能先垮了。放心，我撑得住。等这场仗打完，我一定好好睡3天3夜。林总师，我们遇到大问题了。反物质的合成提纯需要高纯度星纹矿作为稳定剂，而且合成过程中能量极不稳定，已经有2家分厂发生了小型爆炸，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生产线被迫停工了。目前的合成成功率只有85%，根本达不到量产要求。昆仑机甲的专利授权，联盟各国支付的技术服务费，足够覆盖这笔开销。按这个新图纸改造生产线，优化能量控制模块，加装星纹矿稳定舱，就能彻底解决稳定性的问题。太好了，有了这个工艺，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我立刻组织改造，24小时内就能恢复生产。厂长，林总师，成功了！反物质合成成功率提升到了99.9%，能量完全稳定，没有任何爆炸风险。林总师，谢谢您，谢谢您，我们终于可以放心量产了。辛苦大家了。我们需要在30天内量产100枚反物质导弹，每座次级母筹分配20枚，剩余40枚作为备用。时间紧，任务重，拜托各位了。不好，3号合成炉的能量回路短路，温度急剧飙升，即将发生爆炸。所有人立刻撤离车间，立刻切断主电源，启动应急液弹冷却系统，按我给的参数调整能量分配阀。能量回路的温度降下来了，林总师太牛了！危机解除。各战区注意，反物质导弹已陆续送达，务必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储存使用。总攻时间不变，所有人做好最后的战前准备。林总师，母巢的能量屏障太厚了，我们的反物质导弹在外部引爆，只能造成表面损伤，根本无法摧毁核心孵化舱。就算把所有导弹都打光，也未必能炸穿屏障。林哥，我有办法。我驾驶悬胶机甲潜入母巢内部，安装导弹引导装置，让反物质导弹精准命中核心孵化舱，就能一次性摧毁整个母巢。不行，太冒险了。母巢内部全是巨兽，还有无数的幼崽，一旦被发现，你根本没有突围的机会。林哥，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会跟在你身后的实习生了。我的悬胶机甲驾驶技术是你亲手教出来的，隐形模式深海作战，全团队没人比我更熟练。这个任务只有我能完成。泽瑞，母巢内部的环境完全未知，就算隐形模式也未必能躲过巨兽的探测，一旦暴露，就是九死一生。我给你配备最先进的隐形涂层，全功率击突围武器。我会让琼系集群在外围发起佯攻，吸引母巢的防御力量，给你创造潜入的机会，保证完成任务，绝不辜负林哥的信任。林哥，外围效果很好，我已经接近母巢入口，准备潜入。一旦发现异常，立刻撤离。任务可以放弃，你的命最重要。放心吧，林哥，我还等着总攻结束跟你喝庆功酒呢。太恶心了，还好提前做了防腐蚀涂层，不然机甲外壳早就被溶穿了。林哥，已抵达核心孵化舱，找到母巢能量核心，准备安装引导装置。泽瑞，李泽瑞，能听到吗？林哥，引导装置安装完毕，坐标已同步，参数补偿已调整。好小子，干得漂亮！活着回来就好。准备好了吗，各位？总攻开始了。成功了！3大次级母巢全部摧毁，我们赢了！别高兴得太早，次级母巢只是前哨，真正的主母巢还没有出现。林总师，主母巢出现了，在马里亚下海港11000米最深处，体长超过300米的重机载巨兽已经破巢而出，它的体表覆盖着超厚能量护盾，周围同时开启了10个维度裂缝，海量的巨兽正在从中涌出。常规反物质导弹根本无法击穿主母巢的护盾，必须立刻研发增强型反物质导弹，优化战斗铺结构，提升能量密度，才能击穿护盾，摧毁核心。我立刻带队启动研发，预计15天内就能完成设计和试生产。
我们撑不了15天，防线正在被疯狂突破，最多7天，巨兽就会登陆欧洲大陆。所有昆仑机甲、应龙战舰立刻集中到西太平洋核心防线，死守马里亚萨海沟外围，穷奇集群、岸基拦截炮清理外围巨兽，为研发增强型反物质导弹争取时间，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守住。林总师，不行，我们已经把反物质的纯度提到了极限，还是达不到要求。常规的反物质导弹根本不可能击穿主母巢的护盾。联盟各国支的技术展量费，所有机甲和战舰的专利分成，累计到账已经超过8000万，解锁这项技术完全足够。放弃增强型反物质导弹的研发，所有资源、所有人员全部投入到昆仑机甲的星河形态升级中。升级后的星河主炮能直接击穿主母巢的护盾，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到时由我亲自操控机甲。明白了，我们立刻启动改造。林总师，星河能量的使用会对驾驶员室造成极强的负荷，相当于持续承受8倍重力的压力，还会有强烈的神经反噬，您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太危险了。现在只有我能精准操控星河能量，也只有我能完成这次升级后的驾驶。这场仗我必须上。林凡还是不行，星河能量的输出极不稳定，很容易导致机甲系统紊乱，甚至核心爆炸。是能量调节模块的算法问题，我重新写一套自适应调节程序，增加冗余安全锁，就能稳定输出。不好，能量过载，系统即将崩溃，核心要炸了！立刻关闭所有冗余系统，集中能量供给稳定器，按我给的参数调整调节模块。测试成功，星河主炮的威力完全足够击穿主母巢的护盾。你看你都成什么样了？神经反噬的滋味不好受吧？没事，小问题，至少我们有了能赢的资本了。林总师，全域 AI 协同系统已全功率启动，实时调配战力，清理外围巨兽。应龙战舰已经形成掩护阵型，为你开辟进攻通道。应龙战舰全力掩护，我来突破巨兽防线，直击主母巢核心。专科生不配谈核聚变。小凡，不管你做什么，妈都信你。林老弟，林凡，醒醒，别睡，你听到没有？快醒醒，我们需要你，所有人都需要你。妈，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所有人后撤，我要启动星河主炮全功率模式。所有人立刻撤离战场，越远越好。林凡，你看到了吗？赢了，我们赢了！你做到了！有件事，我瞒了大家很久。我们所有的技术、所有的机甲、战舰、武器，都不是我凭空研发出来的。他们来自这款游戏，来自一个叫盖亚的高等文明。我在游戏里氪金，解锁他们的技术，再把这些技术带到现实世界里。从最开始的可控核聚变，到常温招挡，再到昆仑机甲，全都是。其实我早就猜到了，只是你不想说，我就不问。是你用这些技术守住了这个国家，守护了全人类。
这就够了。小凡，从你写出那篇核聚变论文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百年不遇的天才。不管技术来自哪里，能用来造福国家、守护人民，就是最有价值的。我会把盖亚文明的新能源、医疗、环保、农业整理出来，逐步向全球开放，助力全球灾后重建，推动全人类的文明升级。谢谢龙国，谢谢林总师，我们终于不用再缺电了。林总师，基因恢复技术效果显著，受伤民众的恢复速度比之前提升了3倍，没有任何副作用。小凡，你终于回来了，妈天天都在电视上看你，你是妈妈的骄傲。妈，我回来了，我做到了。我不仅证明了自己，还守护了我们的家园。不管你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在妈心里，你永远都是那懂事的孩子。快吃饺子，妈给你包的你最爱吃的猪肉大葱馅的。全球科技研究院正式成立，任命林凡为院长，秦兵、苏青、李泽瑞为副院长，汇聚全球顶尖智慧，共启人类文明新纪元。从今天起，全球科技研究院正式启动星际移民计划前期调研，我们将带着全人类的希望迈向更广阔的星辰大海。同时，我们将投入10亿元研发完善 AI 伦理监管体系，成立独立的全球监管委员会，确保所有的技术都用来守护人类，而不是带来灾难。您带领人类文明成功度过了灭绝危机，晋升为宇宙级文明，新的征程即将开启。科技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征服，而是守护每一份平凡的美好。